那个男人又回来了，上映4天票房直接破7亿，夸的骂的都有。功夫女足到底值不值得看？今天来聊一下我的真实感受。前情提要啊，这篇不是广告，纯自来水发电，可能会有一点剧透。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，你就直接拉到这条视频的3分钟以后，记得看完电影回来再看一遍。首先呢，这个电影真的很周星驰啊！开篇的武打神配曲《闯将令》，这旋律一响，瞬间都有那味儿了。叙事脑洞上面，梨花队的美瞳大法迷惑全场，珊瑚队的6人叠罗汉巨人射门，大河队甚至可以猛兽化形，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全片彩蛋越扒越有，直线重炮射门，一眼梦回少林足球的大力金刚腿、奔雷腿、凌波微步、天外飞剑，这全都是刻在国人 DNA 里的武侠梗。海边特训、无限射门、双人幻影球，是不是我们童年看的足球小将？还有代号懂的都懂啊，峨眉就是峨眉，对手是豺狼虎豹来势汹汹，但是我们有真功夫，恒河队、梨花队、大河队想打哪个就打哪个。不少观众看完以后都说，这剧情啊是照着2022年女足亚洲杯写的，王霜带伤上阵，3比2逆转夺冠，一模一样的逆风破阵，绝境翻盘。还有观众把那个20号球衣横空的镜头解读为我们的飞机隐身的浪漫，大家各有各的发现，各有各的燃点。全片最催泪的彩蛋放在片尾，周星驰和林子聪穿着少林足球的球衣同框，林子聪向左移了一个位置，坐到了周星驰的身边，这个中间明显空了一个位置。屏幕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吴孟达，但是所有的人都看懂了，那就是留给大叔的。这些都是无心的巧合，还是刻意埋的线？没有人能够给出标准答案。你说它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如果说好电影应当有情怀，但是光靠情怀肯定是做不出好电影。这部电影真正打动我的是，人到中年学会放下执念。25年前，少林足球喊的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是满腔热血，不甘平庸，拼尽全力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25年后，功夫女足说的却是踢球就是为了踢球，是单纯享受热爱本身。这2句话之间藏了一个男人25年间的人生，从被神化到被苛责，从喜剧之王到被朝江郎才尽，他终于不再拧巴着要证明什么了。注意啊，我马上要剧透了。就像蔡思贝饰演的守门员，他是一个盲人队医，所有人都接不住的球，他背身反手一挡，在众多幻象中精准地捕获了那颗球。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困境吗？现实的生活让人眼花缭乱，但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，反而能够做到去伪存真。就像那一句 Be water, my friend， 到底是5个字还是2个字并不重要，心如止水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反而更加容易的绕过生活里滚滚而来的巨石，这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当然你要问这个片子有没有瑕疵，可能是我职业病式的敏感，节奏快了一点，故事铺垫少了一点，细节刻画略微单薄了一点。那种小人物在困顿屈辱的境界里，用极致认真的搞笑演绎不肯妥协的执拗人生，是周星驰喜剧的核心。在《大话西游》里有一句自嘲，他好像一条狗道尽了求而不得的宿命。喜剧之王里笨拙的告白，我养你啊，说出了小人物藏在自卑里的真心。唐伯虎点秋香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是无人懂我的孤独。九品芝麻官，要不然怎么对付那些坏人，是好人不得已变通的现实心酸。功夫，本来我要用这10块钱念书当个医生律师，但是为了世界和平，藏着每个普通人最初的赤诚，也道尽了理想的酸涩。星爷的巅峰作品好笑，但是远远不只有好笑，所以进场前我也抱着功夫女足超越少林足球的期待，盼他再封神，盼他炸翻全场。我说实话，前10分钟有点难熬，怎么会有这么浮夸的表演呢？这些演员怎么这么说话？但是看到后面越看越好看，我又是笑又是哭。走出电影院我有反思，是不是我过于苛责周星驰了？我们自以为年龄在增长，阅历在丰富，经验在增多，我们觉得自己不简单了，其实我们真的不简单了。周星驰没有变，是我们变了，他还是那么的讲义气、热心肠。曾经被奚落的许君聪被他亲自点名邀戏，在片场中放开手脚，大放异彩。几位扎根小剧场的脱口秀演员被他邀来客串圆梦，让市井里的小人物也走上了大荧幕。片场偶遇的普通群演，他耐心看完一套双节棍的表演，主动留下联系方式，把机会递到了追梦人的手里。片中大半的女足姑娘都不是科班演员，是他从全国高校球队里逐一挑出，让素人也能够站聚光灯下。淡出屏幕多年的老配角被他挨个的找上门邀约，没挑过大梁的年轻新人，他也敢把核心的角色交出去，陪着他们磨戏抠细节，给足新人成长的底气。可是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总有人说他孤僻难相处，朋友少呢？我想，一个把所有热情都给了电影的人，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应付人情世故呢？这几天我每天都精着心抓手机看票房，当我看到5亿、6亿、7亿，真的比我自己出了爆款还要高兴。
我还刷到了好多的画面，几乎所有的场次笑得最疯的永远都是小朋友，他们不懂情怀，看不懂隐喻，就觉得功夫射门库搞笑桥段好玩，笑得直拍椅子，笑得家长不得不手动的闭麦。这一幕突然就想起了20多年前的自己，蹲在录像厅门口去蹭片，为一句台词笑一个下午，哪懂什么深度啊？开心就是看电影的全部意义。长大以后，我们学会了挑逻辑、凭演技、算性价比，却越来越难痛痛快快的笑一场。人越活越紧绷，就连快乐都要去掂量值不值啊！硬要去算这笔账的话，它逗笑了童年的我们，现在又逗笑了我们的孩子。一部电影串起2代人的童年，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的珍贵。当年《大话西游》被骂没有逻辑、看不懂，20年后呢，人人都在叹一生所爱。这阵子周星驰跑全国的路演，天津站有位影迷请他转过身背对观众，就在全场疑惑的安静里面，台下齐声的喊出了一句：“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。”他背对着站了几秒，转回来时眼角已经红了。他对着满场的观众深深鞠躬说：“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，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。”长沙站一位听障人士演员用手语真诚的致谢，周星驰感动回应，希望可以继续拍下去。成都站有影迷扮至尊宝上台，他眼眶都看红了。杭州站有人喊我们欠你1张电影票，他当场反问：你们一直支持我到现在，我连一顿饭都没有请过你们吃，明明是我欠你们好多顿饭。路演上有观众说了一句：笑声就是最好的评分，让他再一次红了眼眶。说句实在的，我小时候攒钱租碟看星爷，我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我能够评论他的新片，这不是什么工作任务，我是圆自己青春的一个念想。人到中年能为小时候的热爱再忙活一次，挺值了。电影本身就是千人千味，有人在找乐子，有人在挖细节，有人冲情怀，众口难调本身就是常态。我是欢迎所有进过影院看了这部片子的人，可以到我评论区给这个电影来投票。你们不要光说哎好看或者不好看，不要光说我就是觉得它怎么好看，你给我说个1、2、3出来。所以功夫女足到底好不好看？想要解压放松，你就放肆的笑；想要读懂星爷，你把我的视频多看几遍，够你琢磨好几天。周星驰的电影真正让人忘不掉的，那些挥之不去的小人物，陪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每一程。尹天仇攥着演员自我修养的执念，陪我们熬过了无人认可的低谷。至尊宝带上紧箍，决绝的转身，让我们读懂了成长自带的取舍与遗憾。包龙星死磕公道的一身硬气，教我们守住底线才算不辜负自己。阿星藏在市井烟火里的峡谷，让我们相信平凡人也能发自己的光。18岁他教我们要敢爱，28岁他教我们要有梦，38岁开始教我们放下。现在我快48岁了，再过2天过生日了。我听到他说，踢球就是踢球，活着就是活着，人生本就是一场体验，不必太执着输赢。初看不知片中意，再看已是剧中人。只要走出影院的时候你笑过，你暖过，你感触过，这张票就不算白买。7月15号曾经的搭档，后来分道扬镳的导演王晶看完片子也直言，这是周星驰近10年拍的最好的作品，更说了一句香港电影永远值得看。一句话勾连起了一整个时代的余温，那是所有的70、80、90后共同的青春呐，是卡带里循环的粤语金曲，是录像带光盘里的港片，是一句句无厘头的台词，是一个个拼尽全力造梦的人。那个黄金年代里曾经照亮我们青春的人，一个个退到了幕后，一个个留在了过往。我们也在长大的路上一遍遍打捞起年少的热血，一遍遍再握紧未凉的希望。我准备去2刷功夫女足，就像很多观众说的，星爷你只管拍，我们永远站在你身后。多谢你们的支持，多谢你们！不要吵啦！